蓝忘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他这辈子除了对魏婴没有办法之外，又多了一个温宁。抬手把自己的墨额解下来，回到了洞中，放到了魏无羡的手里，看着沉睡的魏无羡，想了想，又把外衣脱下盖在了魏无羡的身上，亲了亲魏无羡的额头以后，拿起温婆婆给他做的普通白衣换了起来，留了一张纸，写下了他和温宁去金陵台了，便离开了。温宁没办法御剑，但是速度特别快，竟然可以跟得上御剑飞行的蓝忘机。蓝忘机低头看着在陆地上跑的只有一道残影的温宁，看着金陵台的方向想了很多，他该怎么做？看着金陵台的护宗大阵，温宁一拳便给击碎了。护宗大阵被击碎的动静直接叫醒了就沉睡中的金家人。金光瑶最先出来，看到了跟在温宁身边的蓝忘机，皱眉道：韩光君带着鬼将军深夜来金陵台有何贵干？韩光君如此行事，二哥可曾知晓？蓝忘机淡淡地道：无需他知晓。温宁：废什么话？还有鬼将军这称号还挺霸气，我喜欢。蓝忘机：动手吧。抽出碧尘，魏婴的名声就是被面前这个人败坏的，兄长他，杀了他就好了。温宁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冲了出去，做到了他说的一拳一个，而蓝忘机直接跟金光瑶打了起来。金光瑶的修为肯定是不如蓝忘机的，在危急关头，突然冲出了一个人，正是蓝氏的叛徒苏舍。正巧，这个人蓝忘机记得，他在玄武洞时暗算了魏婴，后回蓝氏之后被他赶了出去。蓝忘机下手更凶了，苏舍虽然剑法不错，但是对比蓝忘机还是差了很多，没有多久便死在了蓝忘机的手里。这个时候金光瑶早就逃跑了，不知逃到了何处。温宁已经杀光了他能看到的温家人，疑惑道：金光瑶呢？蓝忘机冷气直冒：跑了。温宁死鱼眼：笨，算了，杀金光善。蓝忘机握紧碧尘的剑柄，走。金光善还在美人窝里呢，就被冲进来的温宁一拳击碎了头颅，吓得那些女子四处逃窜。温宁虽然杀人，可是不会滥杀无辜，也没有管这些四处逃窜的女子。金子轩听到声响，看到了他父亲被杀，气愤之下拔出碎华冲向温宁。温宁虽然觉得金子轩罪不至死，可是对他动手的都是他的敌人。金子轩被温宁来了一记一拳穿心，金子轩也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人世。蓝忘机看着金子轩的尸体微微发怔，轻声道：收拾收拾，我们离开吧。快天亮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他害怕魏婴醒来见不到他会难过。温宁还有一个。蓝忘机回伏魔洞的时候，魏无羡抱着蓝忘机的外衣，手里攥着他的墨额，睡得正香。蓝忘机目光温柔地看着他，魏婴没有金丹，他只有他了。收好之前写的纸条，坐到床上，摸了摸魏无羡的头发，看着魏无羡的睡颜，蓝忘机还是没忍住，亲了上去。温宁回来之后，看着温情得意：有钱，我现在有钱，我养你。温情去金家了？温宁点头：全杀了。我厉害。温情：你杀人了？不是温情害怕，而是温宁从小到大就胆小，连条鱼都不敢杀，现在居然敢杀人了。温宁：洒水。温情没忍住翻了个白眼，为什么他弟弟要不就是胆小如鼠，要不就是胆大包天，能不能有个过渡，让他适应一下？可要了他的老命了。温宁：我现在特别霸气。温情：哦，你真厉害。温情语气平缓，一脸平静。温宁：他们给我的号是鬼将军，比韩光君霸气多了。温情：那你好棒棒哦。行了，我要去研究如何养好魏无羡那破破烂烂的身体了，没有时间听你废话。转头就走。温宁转头就走进了厨房，看着正在做饭的温婆婆，开始了她又一轮的吹嘘自己。温婆婆很捧场，一直在夸奖温宁。温四叔也进来了，一起夸她，夸到二人口干舌燥了，温宁才满意的离开了厨房。温婆婆叹气道：宁公子自从变成了凶尸以后，真的性情大变，我老婆子有点坚持不住了。温四叔也是一脸的绝望：我没看过什么书，我实在想不出夸他的话了，再来一次，我也坚持不住了。二人同病相怜的对视了一眼。
蓝忘机自然知道金光瑶这一逃跑，一定会把他参与金氏灭门之事宣扬出去。可是蓝忘机不害怕，甚至已经准备好了。魏无羡答应与他在一起之事，蓝忘机一直觉得太过虚幻，他也害怕魏婴会为了所谓的名声赶他离开。如今他也与他一样了，魏婴再也不能赶他走了。跟安静的乱葬岗不一样的是热闹的云深不知处。蓝启仁一脸严肃地坐在蓝曦臣的身边，看着仙门百家的人围着金光瑶询问昨晚金陵台发生的事情。金光瑶一脸哀切地描述着蓝忘机的残忍，什么碧晨见光之下没有活口了，说的蓝忘机大魔头的形象树立了起来。其实蓝忘机上金陵台也就杀了苏舍一人罢了，其他人都是温宁杀的。